大家好，我是小韩，欢迎来到明涵食艺。炒手撕包菜，很多人都喜欢吃，但是自己在家做的，吃起来总是没有饭店里面的好吃。其实看似简单的炒包菜，也是需要小技巧的。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炒手撕包菜好吃的做法。包菜不焯水，也不用直接下锅炒，保证您炒出来的包菜吃起来比饭店的还要好吃。做法很简单，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颗包菜，要想炒出来的包菜好吃，选择包菜呢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啦。我们要挑选这种摸起来比较松散，叶头呢比较尖，而且叶子比较偏绿的，这样的包菜会更清脆香甜，吃起来口感更好。切开之前呢，用刀在包菜的周围拍一拍，这样可以把包菜内部拍松散一点，撕的时候更容易一些。然后给它对半切开，再把包菜梗去掉。给它们一片一片的撕下来。全部撕好，继续把它撕小一点。炒包菜呢，我们只需要叶子部分就可以，菜帮子太硬了，不容易炒熟。那菜帮子也不要扔，我们可以留着煮着吃，或者是凉拌着吃。包菜为什么不用刀切，要用手撕呢？刀切的包菜断面比较整齐光滑，而用手撕出来的包菜呢，断面是不规则、粗糙、凹凸不平的。这样在炒制或者腌制的过程中，包菜与料汁的接触面积就会增大，更入味，更容易挂汁，自然的，这样也就会更好吃。全部撕好之后，放入盆中，加入清水，加1勺盐，1勺小苏打，抓拌均匀。有很多人在做包菜的时候都是不用清洗，看着干干净净的，就觉得没有清洗的必要了。其实这样吃包菜呢是非常不干净的。包菜在生长的过程中会有很多肉眼看不到的脏东西，这里加盐可以起到消毒和杀菌的好处。小苏打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还可以使包菜保持碧绿的颜色，使炒出来的包菜口感更加的脆爽。给它放在一边浸泡3分钟左右。接下来准备一个胡萝卜，把皮去掉，再切掉2头，把它切成片。再切成丝，加入胡萝卜呢，吃起来会更加的营养，还可以搭配颜色，使整道菜呢看起来会更加的有食欲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，再准备一个香肠，把它切成片，再切成丝，加入香肠，这样吃起来会更香，更有营养。切好和胡萝卜放在一起，然后准备一把小葱，先把葱白部分切碎，装入盘中，再把葱叶切成葱段，装入盘中。跟着准备几头大蒜，拍一下，把它切成蒜末，也不用切得太碎了。拍一拍的大蒜呢，
这样更能激发出蒜香味。切好和葱白放在一起，放一把干辣椒段。接下来调个料汁，加1勺蚝油，1勺生抽，1勺香油，少许的胡椒粉，半勺白糖，半勺盐，半勺淀粉，搅拌均匀。先把料汁调好，这样可以减少包菜在锅里面炒制的时间。3分钟的时间来清洗包菜，换水清洗2、3次就可以啦。清洗干净后捞出来，放入漏篮中控水。接下来准备2个鸡蛋，将它打入碗中，加少许的盐入点底味，少许的白醋去腥，再把它们搅拌散开。然后锅烧热，加少许的油。油热之后，把鸡蛋液倒进去，翻炒成鸡蛋块。像这样就可以。先盛出来，装入盘中备用。跟着往控干水分的包菜中加1勺熟油，搅拌均匀，使每一颗包菜都均匀地裹上一层食用油。加油可以锁住包菜的水分。翻拌均匀之后，给它倒入蒸屉中，再均匀地铺开，然后开水上锅蒸40秒左右。提前把包菜这样蒸一蒸，使包菜变软，这样可以缩短炒制的时间，但是不要蒸太久，时间久了，包菜的颜色就会变黄，吃起来也就不好吃了。像这样就可以啦，颜色翠绿不变色，给它盛出来。先装入盘中。接下来开大火把锅烧热，加1勺猪油，用猪油来炒菜，能使整道菜更加的营养，更香。而且这也是不出水的关键哦。猪油化开之后，把葱蒜辣椒倒进去，翻炒出香味。再把胡萝卜、香肠倒进去，翻炒至胡萝卜断生，把香肠的香味炒出来。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了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，帮忙转发一下吧。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，非常的感谢。然后把包菜倒进去，料汁倒进去，鸡蛋块倒进去，大火翻炒1分钟的时间，使其入味。看看在炒的过程中，包菜不会出水，也不会变色。最后把葱段倒进去，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啦。哇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盛出来，装入盘中。一盘非常好吃的家常手撕包菜就做好啦，颜色翠绿，看着就非常的好吃，色香味俱全的。上桌米饭都可以多吃1碗。加了胡萝卜、鸡蛋、香肠，营养非常的全面。以后在家炒包菜呢，您可以像我这样做，保证您炒出来的包菜颜色翠绿不变色，也不会出水，吃起来清脆爽口，色泽鲜亮。好啦，今天的家常菜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您觉得我做的家常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收藏起来，给我点个关注吧。我是小韩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。
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